书接上回，1948年7月9号，早已蓄势待发的以色列军队向阿拉伯军队发起进攻，但阿拉伯国家由于内部矛盾，根本无法统一部署，一开始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反观以军在重开战火之后，由于先前作战地区的划分，以军将进攻重点放在了中部战线，认为约旦军队占领的特拉维夫东南12英里的卢德和拉姆拉城是对巴勒斯坦的交通要道，对以色列威胁较大。当即集中4个旅的兵力向两地发动进攻，而约军总指挥格拉布却以军队物资缺乏，需要缩短运输线为由，直接放弃了这处战略要地，使得以色列军队分别在7月11号和12号兵不血刃地就占领了两地，打开了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以军随后继续进军，虽然攻占了马纳哈谷地，但是在进攻旧城的作战中，在经历反复的争夺后，还是被阿军击退。在北线战场，以军对叙利亚军队的攻势虽有曲折，但是还取得了成功。于是想要夺回米什马尔哈耶丁居民点，将叙利亚军队赶回到约旦河东岸的战略企图被叙军阻止，以军便直接将主力西移，将进攻转向了纳斯勒地区，向加利利北部的黎巴嫩军队和阿拉伯军发起进攻。以军一部利用夜袭战术，趁夜夺回了沙德阿姆尔和纳萨勒，进而攻占了整个加利利地区。1948年7月18号，联合国关于阿以停火令生效，而阿军的这次进攻也史称10天进攻。10天大规模的攻势，以色列不仅夺回了本国领土，还占领阿拉伯国家近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使自己的战略地位得到极大改善。在第二次停火期间，以色列继续实行移民计划，加紧补充兵员和购买武器。到了10月初，以军总兵力已达9万多人，飞机100多架，舰艇16艘。而阿拉伯国家在第二次停火期间却相互攻讦，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战局愈加不利，到了不可扭转的地步。10月15号，以色列军队主动破坏停火令，向阿拉伯军队再次发动攻势。而以色列军队在这次进攻中，以加利利地区和内格夫为目标，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战役。10月15号到21号，以色列军队根据埃及军队在内格夫的部署缺乏纵深、防御阵地少而狭窄的弱点，发动了约夫战役。15号下午，为使埃军失去通信与指挥系统，以色列空军首先袭击了拉法、阿里什、加沙和马杰达勒等城镇，同时也通过袭击阿里什等地的机场，使埃及军队制空权丢失。随后，以军趁夜发动攻势，在西线战场占领了阿什克伦。随着西线战事进展顺利，以军在东线的埃尔曼西亚以东也实施了大规模攻势。虽然切断了埃军由马杰达耶到贝特贾弗林的运输道路，但是在随后向埃尔曼西亚、法鲁贾、伊拉克苏维丹等地发动的进攻中，却并未取得突破，只好向爱军另一重要据点胡莱卡特发动进攻，并且在19号夜间占领了该地，从而打通了以军通往内格夫的道路。随后在21号，以军占领了内格夫首府比尔谢巴。如此一来，以军便控制了除了法鲁贾和加沙地带以外的整个内格夫北部地区，约夫战役取得圆满成功。巴勒斯坦北部的加利利地区一直是由法奇、卡乌吉所指挥的阿拉伯军队所占领。在约夫战役期间，卡武吉军队趁着以色列军队同埃及军队作战的时候，不仅对夏奇克到阿贝德地域内的以军发动进攻，还夺得了胡拉湖谷地的控制权。于是以军出于将卡武吉军队全部消灭或者完全赶出巴勒斯坦的战略企图，在10月28号到30号期间发动了希拉姆战役。以色列军队下令2支部队分别从南面和西面进行佯攻，以此来牵制阿军主力，然后以东西2路兵力夹击。30号，以军占领了加利利，并且有少量兵力进入到黎巴嫩境内，一路攻到了黎巴嫩利塔尼河附近，占领了黎巴嫩境内的10多个村庄。在希拉姆战役中，阿军是一触即溃，以军基本没有损失，以军再次取得胜利。说回到东线战场，内格夫北部的埃及军队在约夫战役中被赶走了，但是埃军仍在内格夫以南的沙漠和西奈半岛有一些地盘，并且时不时会向以军阵地发动进攻，但是均被以军击退。12月22号，为了彻底将埃军赶出巴勒斯坦，以军集结了5个旅的兵力，向埃军发动了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最大规模的霍雷夫战役。以军进攻总指挥伊加尔阿隆上校命令以军一部
首先对加沙地区实行佯攻，其主力从比尔巴谢方向进攻奥贾。以色列空军也对加沙和阿里什机场实施了轰炸，从而掌握了制空权。以军地面部队得以在沿海公路上快速推进。12月23号，以军主力从比尔谢巴开始向阿里什进攻。由于以军行军的道路是一条罗马时期的古道，埃军根本想不到以色列已经将这条古道修建为可以运输轻型装甲车的秘密通道，这也就导致了埃军判断失误，以为以军会沿海公路进攻，所以没有太留意奥贾地区，这也使得以军主力部队得以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了该地。在11月27号，以军占领奥贾之后，立刻向沿海公路派出一支机动部队，在28号占领阿布奥格后，继续向阿里什方向进攻。正当以军高歌猛进，要给爱军致命一击时，因为英国的介入，以色列只好同意了埃及在1949年1月7号的停战要求，双方停止战斗。霍雷夫一役，除了加沙少数地区外，以色列军队实现了将埃及军队完全赶出到巴勒斯坦的战略企图。1949年2月24号，埃及在作战失败的局面下，只得在希腊的罗德岛同以色列签订停战协议。3月23号，黎巴嫩同以色列正式签订停战协议，规定以原来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之间的边界线为分界线，双方各建立非军事区，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4月3号，外约旦同以色列正式签署停战协议。虽然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停战谈判在1949年4月12号便开始了，但是直到7月20号，双方才签订停战协议。伊拉克则拒绝和以色列谈判，但表示愿意遵守以约协定。伊拉克军队也在以约停战后撤出了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战争宣告结束。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共参战117500人，死伤6000多人；阿拉伯联军共参战6万多人，死伤1万余人。以色列艰难地赢得了胜利，不仅成功地由防御转为进攻，还在战争中扩张了近7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色列在这次战争中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在中东地区立足下来。而这次战争也使美国能够借以色列之手进入中东地区，从而延伸自己的势力。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之后的3年中，美国通过向以色列贷款，不仅在以色列境内设立了军事基地，还对以色列派出军事顾问。一方面是对自己势力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对以色列军队实力的提高。而阿拉伯国家虽然在这次战争中失败了，但也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性，导致了巴勒斯坦大量难民的产生，这更为中东的动乱增添了不确定因素。现如今回望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中东问题非常复杂，这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最后爆发的战争伤害最深的还是这片土地上居住的普通人，因为战争给人类带来只有苦难和伤痛。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